山上掉馅饼，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可是山东临沂有个小县城的一位退休小学老师吴平，他就认为这事儿可能。因为今年年初啊，他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神秘电话，告诉他你获得了当代10佳英才，你必须到北京来领奖，因为有国家领导人给你颁奖。吴老师一听就懵了，这个电话从哪儿打来的呢？是北京一个叫盛世中华评奖委员会打来的。这个盛世中华呢，评了大概有20多个奖项，其中就包括要给吴老师颁这个奖项10佳英才，还有什么10佳新闻人物，什么10佳最具影响力人物，10佳德艺双馨艺术家，反正有20多个，你听起来大的不得了的，而且都冠以国家呀、中国呀、什么中华呀这样的词样。吴老师为什么一听就懵了呢？他觉得这事不可想象，因为他呢是退休小学老师，曾经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县级的先进工作者。他琢磨来琢磨去，你说我县级先进工作者，当代中国10佳英才人物，这翻10万8千跟头也够不着啊，这得离多远呢？这时候呢，组委会人这电话一个接一个给他打，告诉你啊，我们是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颁奖的，你必须得马上来，这是个事儿。哎，这吴老师就琢磨，这我非去不可了。再一问呢，人家告诉他了，你呀来了之后呢，得交4800块钱会费，那管你吃管你住啊，还得颁奖那些费用。吴老师这时候也明白，4800块钱弄这么一个奖，谁都不傻。这吴老师琢磨来琢磨去，一想到北京啊，这辈子以前就去过一回，他这么一权衡啊，他就觉得还挺值。因为这4800块钱呢，对于吴老师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他一个月的退休金才2000出头，4800块钱等于2个月退休金。衡量来衡量去，吴老师决定得去一趟，机会难得，国家级大奖荣誉了得吗？我们小县城谁得过国家大奖啊？就这么着，吴老师揣着还带着体温的这5000块钱啊，包括4800块钱这费用，贴身嘛，带着体温买了到北京的卧铺票。来到北京，有人接站，盛世中华评奖组委会的人接站，接到哪儿呢？离北京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侨园饭店，在北京崇文门那一带。进到大堂里边，哎呦，这气派挺大，热闹。这吴老师一看，满大堂的人，互相一问呢，都是为这事来的，刚到100多人，互相一交流，吴老师发现个问题，和他的经历差不多。这些人都来自小县城，有的小镇子，互相一报呢，都是你什么奖？我10佳英才，你的我10大影响力人物，我10大新闻人物，我德艺双馨艺术家，反正来了都是获奖的。互相寒暄几句之后呢，组委会有人组织他们来赶紧交会费。一看一个大桌子啊，有几个工作人员，上面摆着验钞机，交假钞不行啊，钱拿出来，啪，验钞机一头烟，把大伙的钱给收上来，然后发这个自习册，会自习册一翻，吴老师一看知道哦，大伙都得交会费，最低的是2800，最高的3万。说3万的奖项是什么？10大诚信企业，什么10大知名度企业，再看那企业的名都是某某省某某县某某镇什么什么企业，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时候吴老师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不大像一个特大规模国家级的颁奖。哎，到颁奖那天还又出事了，说好了在人民大会堂给弄到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去，而且说现场呢要来一个前几届的政协副主席，还来一个散文学会的会长、副会长什么的，一直到颁奖结束了，人俩也没来。主席台的名牌在那放着呢，没人。但这不影响获奖人的兴致，吴老师本人也是抱着这个奖状，抱着这个证书，然后拿着这个自个儿的什么其他的一些绶带呀什么之类，对着这镜头拍照。为啥得留个纪念呢？
这我回去了，我4800没白花，获奖了。但是这个过程下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哦，我这是花4800块钱买了个奖。所以吴老师最后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吴老师说了，看来我们这算不算受骗呢？这4800块钱我们能不能捞回来了？当然吴老师说这话有个先决条件，因为由于记者报道了警方介入调查盛世中华这次评奖到底是怎么回事，基本把盛世中华这次评奖定性为一次骗。2012年3月30日，北京警方开始对盛世中华颁奖活动展开调查。调查中，警方获知获奖者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获奖者个人简介可以随便填写，并无任何人审查，奖项也能自己随意挑选，只需要交纳2800元至3万元不等的会费。该活动共虚构了7家主办单位，活动方所称邀请的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颁奖，到会议结束也未能出现。这个以盈利为目的的颁奖典礼被欺骗的人数达到100多人，欺骗的钱款数额巨大。记者当天去采访的时候就发现，一看有记者来采访了，相关工作人员赶紧拾掇准备撤。你找谁？没有负责人。现场记者想看看发的资料，马上被工作人员把材料都抢跑了。不心虚，他这么干嘛？所以最后警方介入了。吴老师一看警方介入了，看来是出事了，这跟传销差不多是吧？我这钱还能不能要回来了？你看，我刚才给大家讲这个叫吴平这个老师呢，日有其人，但是呢，咱们不方便透露他名字，这也是媒体给他起一个化名。那么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反映了今年4月1号在北京进行的一次盛世中华评奖活动前后的经过。那么我把这经过说完了，有的朋友说，嘿，以前我听过不少这事儿，什么去年的共和国的脊梁颁奖，还有什么这个中华奖那个中华奖，有相当多的跟这一样，就是骗子行为。那么这几天呢，警察呀陆陆续续调查出了好多东西。你看这次这个盛世中华评奖7个主办单位，这7个主办单位呢，有2个单位像中国散文家协会说，我们从来没跟他们接触过，以前是办过活动，这都挺长时间了，我们绝不是主办单位。就有2家所谓主办单位说跟他们没关系，还有1家主办单位呢，去年被取缔了，非法的。另有3家主办单位呢，你在民政部咱们国家的这个社团协会网站上查，也查不着。因为我们国家规定呢，任何一个民间的这个协会啊，还团体啊，要是合法的，必须在民政部这注册。这注册没有，就说明你是非法的。所以你看，2家不承认有这事儿，1家被取缔了，那3家你找不着，就剩下1家，叫什么杂志，中华风什么杂志。而这个杂志再一调查呢，番号都不全。反正就说这次彻头彻尾的，经过公安部门调查发现呢，这是场就是骗小地方的人，小县城啊小城镇，给你个国家大奖你还不来。哎，有这个书画家，有的老师，还有什么这个文艺青年，还有什么乡镇企业家，来一帮交会费，这等于赤裸裸的诈骗。那么这种事儿，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对于我刚才说这个过程，您不会觉得太陌生。因为这几年无论是建筑媒体报道的，还是您可能根据身边人的经历，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有相当多的这种评奖活动是诈骗，是骗子。2010年8月26日，国际金融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中国至少有超过200个楼盘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而这些所谓的联合国人居奖，没有一个是联合国相关机构直接评选出来的，而是某组织所炮制，并以36万元人民币卖给开发商。
2011年7月21日，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调查统计，从2006年第1届中华脊梁奖评选开始，至2010年第5届止，5届中华脊梁奖主办单位竟然大部分是非法机构或被伪造公函。而根据不完全估计，5年中上当受骗者达到数千人，主办方敛财更是数千万计。诸多类似于盛世中华颁奖典礼的行为，又是怎样屡屡得逞的呢？那么这些骗局有什么特点呢？有一点大家不要忘了，你会发现无一例外，基本都是在北京举行。这个非常耐人寻味。北京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的首都。那么北京有人给你打电话，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奖，你一听心里头先感觉了不得，震慑在温，这是。那么这些奖项在北京举行，本身就容易先入为主，给你带来一种权威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结合以往发生例子和这次盛世中华这次骗局，你会发现呢，它这里面有几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头一个因素，你会发现这些评奖往往事先呢都在某个网站某个报纸露过一小脸，说我这个东西你看我们搞什么评奖。第二个，它都有很模糊的半官方的资源。你比方说中国什么什么协会，是这次一查，这些协会大多是冒名的，有的跟他都没有关系。第三个，它有一些明星资源，有的时候在北京举办的活动找一些明星，这明星有两类，一类比方说请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主持人，你一看这电视我天天看着他，这我能不信他吗？这肯定这活动差不了，这是一种。第二种，真是社会上大明星，来很多明星，这明星来了这假不了。你看咱们这个去年共和国脊梁那事儿，不倪萍获得了共和国脊梁这大奖吗？真的永远假不了，假的永远真不了。倪萍后来说，我也是被人给蒙了，人家说田黄、张继刚、刘兰芳这些人都来，我觉得跟这些老艺术家一块获奖是种荣耀，我也就来吧。来了以后谁知道有这个事儿啊？完了后来被揭露出来说，这个共和国脊梁这奖就基本上是骗子。完了有人说是倪萍是不是花钱买奖啊？那是冤枉了，倪萍不用花钱，人家请倪萍来都说了，只要你来了，我们还有5000块钱奖励。啥意思？车马费意思。说白了，请倪萍这样的腕儿，你得给人家钱。当然倪萍最后说我没要这个钱，这更没有的事儿。在我的生涯当中，没有拿钱去买任何跟我荣誉有关系的事情，这叫不要脸。我坚信阳光就是阳光，黑暗就是黑暗，真的永远假不了，假的永远真不了。就是这些明星来了，无形间把共和国脊梁这个奖项给推高了。不光是给他们几个颁奖，还有别的奖项呢。你是倪萍本人没有掏钱买奖，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给忽悠了，可是你来了，无形间成了别人忽悠别人的一个符号。模糊的媒体资源，模糊的半官方资源，模糊的明星资源，似乎已然成为行骗者的护身符。误入圈套的民众是招架不住，还是另有原因？他利用这个引你上钩来了，然后收你会费，收你钱。而这种事情基本是一查一个准。那么我们说这些年这种奖项，起码我看到好多，可是最后呢，像共和国脊梁和盛世中华这样被媒体揭露的，我估计在总数当中不会占多数。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有人说你既然是骗局，那是不是得有受骗呢？那受骗的人能那么心甘情愿吗？不得来告了呀？还真恰恰相反，这次是公安介入了，这吴老师也作为一个污点证人，我那4800能不能要回来了？那些没有警方介入的，也就是从头到尾成功了这骗术，怎么就没有那么多受骗者来告呢？其实为什么我们这期标题大家看了叫没有受害者的骗局？你以为那些人傻吗？
就来领奖的交了钱，这些人傻吗？他们才不傻，人家来是为了找平台、抱粗腿、学洗脑、找信仰的，也都各取所需。那么这种骗局，我刚才说的像盛世中华、共和国计量骗局，也存在这个问题。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甘心上当的这些人，他有他的需求。什么需求呢？我前面说这吴平老师啊，其实是这里头最不起眼的一个。他的需求也简单，一辈子没得过这么大荣誉，最高就是县级先进工作者。我一下拿了一个10佳英才大奖，回去我荣耀乡里，这是最简单的低层面的虚荣心。那么其他来那些人可不都是为虚荣心来的。每次这类评奖，一些写字画画的全蹦出来了。因为写字画画这个行当想在全国出来成名很难。我多次跟一些书画家接触，没有多大名气的，我就发现他们对名利这种渴望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因为书画这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有什么捧你，你的字画价很快就起来。得有多少书画家多么渴望能一幅字一幅画卖很大的价钱，他们这心态有时候想想也挺可怜，值得同情。那么这些人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大奖买回来了，回过头很可能他的字他的画因此价就上了个层次，他不白花这个钱。说白了就是我从骗子手里买来了荣誉，我再用这个所谓的荣誉再去骗他人。其实盛世中华这样的评奖现象，咱们很多网友把它看得非常明白。我们来看一下几位网友的微博。第一位网友说呀，盛世中华花钱买奖，其实背后有一个清晰的利益链，那就是这种虚名能够带来利益。第二位网友说，这种花钱买奖一点都不新鲜，它不过是制售假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第三位网友说，这种造假呀，在市场职场腾挪自如。教授论文抄袭剽窃，是因为论文就等同于他的成果。那么企业花大价钱买所谓的免检，是为了买一个护身符。这么看来啊，盛世中华这评奖其实就是个大骗子和小骗子共同狂欢的一个闹剧。这个网友说的非常，也就是说受骗者同时也是一个二道骗子。还有的人获得这荣誉，他不定干什么呢？你比方得10佳影响力人物，可能拿这个就坑蒙拐骗去了。还有的企业明明什么都不是，欠一堆账的，买个10佳机器拿这个提升融资去。还有的企业呢，经营状况非常困难，我买了这么一个全国什么10家乡镇企业，我拿过去忽悠地方政府，你看我都获得国家大奖，给我点政策吧，免税吧。总之来的这100多人各有所需，各怀心腹事。所以为什么我说这叫没有受害者的骗局？那么这个事儿反映了什么问题？就是虚假的名利之间的勾连，有名就有利。为什么这么多人到这买这个虚名？就比方说假文凭，咱们现在办假证、假文凭，如果这类的东西一点用没有，谁还肯掏钱让他们办呢？而且这行就没了。为什么你走到大街上，这儿写个号办证，那儿写什么号什么什么这那，他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干这个？就是这些假的证明，一些虚假的东西好使。而这个社会现实背后呢，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长久以来呀，对于这个奖励，你看咱们现在填履历还有那么一栏，何时何地获得过何种奖励。其实我们说这个奖励呢，只有发给你奖励的这一方，他具备公信力，具备权威，这个奖励才有分量。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获得的奖励有多少是绝对有社会公信力、绝对权威的机构发给你的呢？我倒觉得现在我们获得奖励都不多了这样的。你比方说咱们每个人都曾经获得过各种各样的奖励，你把你最近10年获得的奖励放到这儿，你看看哪些奖励是搞平衡给你的，哪些奖励
是你花了某种代价换来的，哪些奖励是确确实实是你做到位的，你摘一摘你就明白。可是呢，依然有对这个奖励趋之若鹜的啊，获得某某奖励，可能你去招聘去都占点便宜，可能你去干别的事儿，人一看你获得这奖励，高看你一眼。你不想想，如果给你发放奖励的这一方他弄虚作假，这奖励还值钱吗？2013年6月20日，上海银行之间隔夜拆借利率一度达到了 13.44%。有业内人士指出，银行之间相互拆借资金的价格已经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其实所谓的银行拆借，就是指银行之间相互借钱的一种行为。在当下的金融市场，银行之间相互借钱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在一般情况下，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资金较为充足，往往是借出的一方，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往往因为流动资金短缺而成了介入的一方。可是随着银行业月末考核的到来，各银行之间的拆借行为正悄悄地发生变化，而借钱的成本也在急剧增高。那么最近的话呢，因为比如说有些大行可能是原来作为这个拆除方，那么现在感觉这个整个的状况的话呢，又稍微的有点趋于保守，这么一来的话呢，原来的这个供应渠道，那么就是一下子少了，现在就是大家都想要，这往往容易导致利率的短时间内起得过高。另一方面就是呢，即使高了，你还不一定能拿到资金，这就是呢，给你的这个金融机构的话呢，应该说呢是很大的一种这个压力。可能有的观众朋友看了这个还是不理解，记着以前咱都讲流动性过剩，怎么可能银行还缺钱呢？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简单的来说呀，这也是一种季节性的现象，因为钱荒不是真正的钱荒，咱们市场上钱多的是，就是每年呢，银行的6月底和这个12月底就年底这两个时段呢，上边来考核银行的存贷比。什么叫存贷比呢？就是说你这银行呢，比方说存款利率可能3.几%，但贷款利率都7%以上，这两者之间有个存贷差，就你存款我支付利息少，但我贷款收回钱多，银行不就挣钱了吗？银行肯定就是愿意多往出贷款，把存款都贷出来，他赚的才多。可是这样的话，你银行要没有一定存款保证的话，万一出现挤兑的话，这银行不就黄了吗？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政府得考核一下你银行存款和贷款的比例是多少，是不是合理范围之内的。那么这个时候考核，银行前面把钱都贷出去了，这是为了应对考核，是不是得把钱弄回来？再加上这个时候呢，还得上缴这个准备金，还得上缴这个财政的税款之类的，都要从银行往出拿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就出现了结构性钱荒。过去咱们的金融机构都不太习惯于这种市场化背景下的这种利率，那么就是呢，实际上在市场化背景情况下面临这种状况，将来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可能是央行也有意识的让商业银行逐步的适应未来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这么一种整个的流动性管理。央行专家表示，目前市场上所谓的钱荒，其实只是一种结构性短缺。金融市场的运行是比较平稳的，整体流动性也较为充裕。值得指出的是，5月末我国货币供应总量高达104万亿元，存款的准备金率也处于较高水平，因此整个金融体系并不缺钱。有专家认为，随着季节性与阶段性因素的消退，银行资金短缺的问题会在7月后逐步得到缓解。有人说咱们存在银行的钱是不是要够呛啊？那您可放心，您把这心踏踏实实搁到肚子里头，你的财产安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件好事。这2天我就经常听着身边的人说是这个银行的这个有些客户经理都给打电话了啊，你们有钱存到我们这儿来吧，利率多高多高。还有说买我们银行理财产品吧，我们现在给你年化利率到5%、6%。咱们都知道超过5%那都算高的不得了，
现在有到6%的。所以咱们有不少观众朋友，如果你真想啊，平常犹豫说这理财产品我买不买呢？买这合适不合适呢？啊，我要搁到他这风险多大呢？你要在确定风险不大情况下，最近这段时间真是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好机会。吸引储户多拉存款成了很多银行缓解资金紧张的重要方式。近日，各大银行相继推出了吸引力十足的理财产品，而此前一直维持在5%左右的理财收益率也出现了跳跃式上涨，甚至一些产品的收益率达到了7%。由于当下银行的存款利率较低，民众的投资渠道也相对较少，这些短期收益的理财产品受到了很多市民的青睐。有人说这不就趁人之危吗？银行缺钱呢，那可不是。这2天你看银行为了能够把这个钱揽回来，啥招都使了，送大米的，送豆油的，送加油卡，送手机卡的，还有的你存1万块钱我就给你返50块钱，啥招都使了。那你趁这个时候和银行讨价还价，你的资本不也充足吗？可以在这个时候考虑买一下理财产品。有的人说这个银行每年，既然你刚才说都是要这个考核也有要财政税款什么之类上交，那怎么今年比往年这情况都严重呢？每年到这时候啊，咱们这央行呢就开始援助他，怕出现金融链条崩溃的现象。可是今年没想到的是呢，央行没管，明确表示6月19号，这是央行对外发布消息，叫要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好发挥好，要保证就是社会总体的这个货币总量，要维护原来的这种现状。这就意味着央行说今天我不管你了，无为而治，不会给你增发货币了。现在市场中很多人士把央行比喻成央妈，我看这个比喻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个央行跟商业银行之间关系的确就像小孩跟他妈去要钱似的。当然你这个钱如果是用来要吃饭用，要上学交学费，这些正常钱肯定是应该给的。但是你不能说你去吃喝嫖赌了，然后回来还跟他妈要钱，那这样的话呢，恐怕仅仅是有必要的。未来从央行所传递出这个态度来看吧，未来货币政策呢还会保持一个稳健和中性这么一个基调，既不明显的收缩，也不是很充裕，保持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货币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更有利于商业银行包括金融机构把这个资金呢给真正的用到刀刃上去。2013年6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在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转型等方面，金融机构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当下的经济形势总体平稳，但在很多领域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会议强调，在保证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各金融机构应该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合理货币总量的同时，应当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并充分把信贷资金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这对很多银行来讲呢，他的判断失误了。往年觉得一到这时候央行会托底儿，他也不在乎。今天一看没管，临时慌神了。有的观众朋友说，那这你要不管的话，不影响更大吗？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政府不管了呢？因为钱荒不是真正的钱荒。我们说钱荒啥概念？就缺钱了，这叫钱荒。不是，就像以前我们说民工荒，不是真正的民工少，而是结构性问题。现在钱荒也是这个问题，不是钱真正少了，咱们市场上钱多的是。有句经学术语叫流动性过剩吗？咱们现在增发货币的总量已经到多少了？就我们现在货币总量是104万亿，大约是我们的 GDP 的将近2倍。这就我们说的结构性钱荒，就是这个钱呢没有搁在正地方，就我们说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别的地方充足着呢，把这个憋荒了。那么说银行这个钱都搁到哪儿去了呢？这也是咱们现在老百姓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那么这一点呢，有人提出，这就是李克强总理执政以来的经济理念。因为李克强总理呢是北大经济学的博士，他上任之后呢，提出的一些相关的经济理念，应该说呢是对我们过去
以这个政府的手来刺激经济这个行为的一种纠偏，其实就是政府干预的少，不要通过政府硬性投资的方式来刺激经济，而让市场发挥它自身的这种净化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前两天日本不是安倍晋三吗？叫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是啥？恰好和我们是相反的。安倍呢，试图的通过呢政府大把的花钱，然后增发货币，大把的印钱来提振日本经济。那么这一点来看呢，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作用了，现在来看就不起作用了。尤其对日本这样非常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2012年12月，安倍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他试图通过增加货币的供应量等一系列大胆的经济政策来实现日元贬值，进而让日本经济彻底摆脱长期通货紧缩的尴尬局面。可是日本阴晴不定的动荡股市似乎给安倍经济学泼了一盆冷水。据相关报道，日本大型企业在日元贬值中确实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可是对于国内依靠进口原材料的中小企业来说，日元贬值让他们苦不堪言，有近70%的企业面临成本困境，即便在周边国家眼里，这一举措也是备受诟病。因为随着日元贬值，周边地区的出口将会受到影响。有人说安倍晋三这不叫安倍经济学，那啥，无非就是伯南克主义加上凯恩斯主义。什么意思呢？伯南克我们知道美联储主席大把的印美钞，他印美钞有它道理啊，美钞是世界硬性的结算货币啊，所以就等于美国经济感冒了，全世界跟着吃药。说凯恩斯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主导一切。凯恩斯主义就指着政府要做个大政府，利用政府行政资源的优势来发展经济，所以一般各个政府部门都喜欢凯恩斯，觉得凯恩斯扩大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凯恩斯主义呢，从历史阶段来看呢，一个国家刚刚建立，经济刚刚发展，凯恩斯主义会发挥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呢，它里头的弊端也出现了。凯恩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说当你总需求不足的时候，你就加大这个货币供应量，就多投放钱，就使得这个总需求就能够相对的足起来。我们走进的怪圈是我们不印票子，这个总需求就起不来，我们印多了以后，它又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说这个平衡点是越来越难以把握了。那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理念，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点点远离凯恩斯主义。政府以前呢也是推崇凯恩斯经济学的，可这些年呢，我们看一点点向另一种方向转化。什么方向？韦伯经济学。可这些年呢，我们看一点点向另一种方向转化。什么方向？韦伯经济学。可能韦伯经济学很多朋友也听说这名字。韦伯经济学有一个活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制度什么样，你的意识形态什么样，你的理念什么样，会反过来决定你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他意思比方说西方国家推崇这个自由平等，这些人权呢，这些普世价值，那么他遵从这个价值，他就会选择相应的市场经济。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些年的经济政策有一些地方暗合了，就是我们现在也强调要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我们也强调保护人权，加强民生保障，强调自由平等民主。那么这些理念，社会主义核心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以后呢，其实也要求我们市场这块给予一种活跃的自由竞争态势。所以就说我们现在这种价值选择呢，决定了我们也要选择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李克强总理执政以来的经济理念，它就是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一个是李克强说过，市场归市场，社会归社会，政府跟市场要划清边界，政府管好自己管好的事。第二个，把过去政府审批1700多项再减少1/3。所以我们说，在一定程度来讲，它应该说是吻合了中国当前经济改革过程当中一些必要的措施和举措。那么首先要一点，咱们得承认，这个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一定阵痛，就是它首先要正视中国经济可能增速放缓。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就是到了那种呢，应该把增速放缓一下，好好治理一下我们改革过程当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所以现在让政府跟市场分开，这就是忍痛让市场经济自由去发展。
所以说，李克强总理执政以来的核心理念，就政府和市场之间怎么样确定一个恰当的距离。2013年6月25日，央行发布消息称，针对当下银行资金局部紧张的局面，央行已向部分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资金支持，而一些自身储备较为充足的银行也开始发挥调节作用。同行之间的拆借率已连续多个交易日出现回落。央行认为，其实当下的各银行之间的流动性总量并不缺钱，近期货币市场中利率上升的现象，主要是受到贷款增长、假期现金需求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央行强调，会始终贯彻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来适时调节银行流动性，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人民银行呢将会在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根据市场的流动性的情况，综合运用各种相应的工具，那么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水平，保持货币市场的总体的稳定。当然，我说这个在改革进入深水期的时候，这注定是一种阵痛，而且执行下去也很难。那么这次央行不用这种增发货币的方式来刺激经济，而要搞活经济，反正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是感觉到挺欣喜。